开头一点擦过来。手指上做旧，让它更加自然一些。电热给去除了，它不破坏它这个釉子。风太大。杨帆，你把吊拿过来。来，不动吗？能。OK， 拍正边。拍正边，要不你不知道哪边是哪边。你看这个老鼠屎。这些积满灰尘和破损痕迹的屏风，已经在故宫的地库里封存将近300年了。罕见的3.5米身长，珍贵的紫檀木边框。彰显财富的螺钿镶嵌，相同寿字，透露出它的尊贵。对，鸡大的用大的，鸡小的用。5个月后，他们将以全新的面目出现在故宫的另一个显赫宫殿里。现在，他们还需要静静地躺在这里。咱这超细纤维呢？这，你要顶的话，像这么薄的薄片，它就没法顶了。都已经往下摁了，但有的是摁不下去的，因为这个卡槽变形了。他们视自己为普通的故宫工作人员，但其实他们是最顶级的文物修复专家，是给这个国家最顶级的文物治病的医生。他们的着装言谈与我们无异，同时生活在机器工业时代，但他们的手艺却有几千年的生命了。他们师傅的师傅，是中国古代士农工商中的工。太多了。海字还有哪个字儿坏了缺地儿来着？它跟哪事儿都一样。这么着干针对得上吗？这东西太大，要这样的屏风一共32扇，是康熙皇帝60大寿时，当时在世的16个儿子和32个孙子送的祝寿礼物。屏风的正面用明黄色绸做地，彩绣各种不同形式的寿字，总数过万，俗称万寿屏。屏风的背面非常罕见的用矿物质的石青颜料书写诗句，每扇有2人各提5言律诗一首，是康熙帝印字辈的儿子、红字辈的孙子为他做的祝寿诗。这其中就包括后来成为皇帝的雍正和乾隆。32扇屏风啊，给运到圣汉宫，现在又运到拔山过来，没问题。然后它木头收缩了，收缩以后它形成裂缝。你要是整个让缝隙变严的话，这个东西就变小了。所以呢，不能改变它的尺寸，只能是在这个缝隙里面来嵌条，把它个形给它随上。这样的话就保留了之前文物不再动它，只是在给它附加了一部分，这一部分实际上是可逆的，它可以去掉。好了，行。这个是容易断那个吗？这个有虫。后边那地炕那儿特严重，是黑莓特严重。如果没有修复师们精湛的技艺，这些曾经华贵无比的屏风，还会以这个模样继续在故宫某个角落里残破下去。就是这个，到时候可以把这个纺织品，给它就是单独接下来，是吧？没问题。这次的修复集合了故宫文保科技部青铜、木器、漆器、镶嵌、书画和织绣等多个工艺组，离故宫博物院庆祝建院90周年
只剩5个月的时间了。他们通力合作，平均要保证1周修复一扇屏风，才能赶上展览进度。而这还只是修复工作中的很小一部分，是冰山一角。没完全落到底，这个是吧？跟他们来说，就这个就他们俩还不同。对，落差晚落1个闸，落闸的时候，这边是再差1个闸。有可能这一毛病你调1天半天的。王金正在修的这座钟，名字叫同渡津乡村音乐水法钟，它原来的主人是乾隆皇帝。清朝皇帝酷爱钟表收藏，莫过于顺治、康熙、乾隆3位皇帝嗜爱钟表的程度一代胜过一代。西方工业革命以后，传教士到中国来，他们会研究皇帝喜欢什么，就把当时最新最好的钟表送到宫里，形成了一类独特的收藏。关键还得缝正好赶在这棵树中间，你这么正面看不着那拼缝，你差一点都不成。大英博物馆我们去的时候看，基本没有看到，基本就是看他们这小型的比较多，这种大型的基本没有。这个表主要是那原来一直在库房里搁这么，就说100多年吧，也没有修复过。这次主要是为了这个建院90周年，不办这个修复成果展嘛，我们就挑了这么一对比较大型的，另外一个这破损也比较严重。宫廷钟表作为特殊礼物，有着极为精巧复杂的机械传动系统和华丽的外表，代表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机械制造和工艺水平。但修复它们就不像观赏时的心情那样轻松愉悦了。由于钟表都是实用器，需要持续不断地加以维护，直到1924年，冯玉祥的部下将末代皇帝溥仪赶出宫时，钟表匠人依然留在紫禁城内。钟表的修复技艺是唯一在故宫里一直绵延下来、没有断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倒那个打底儿呢，打刻打底儿，应该是打完4颗再打点，现在是打完3颗就打点了，就是得把它倒一下。在老师傅们退休以后，王金和他的徒弟齐浩南，如今是故宫仅有的2位宫廷钟表修复师。故宫钟表还有上千件，一个人的一生是修不完的，需要一代代师徒传递来完成。这个3点半咱们西院开个会啊。所以我这不是这么弄的。底片漂亮啊！对，这是广州的广州金，这里是铜器室，这些黑乎乎的东西其实是故宫珍宝馆的银器。精美的珍宝馆的展品历来重器多，这些是即将更换的陈列展品。银器很容易氧化变黑，铜器室的任务是要将它们除锈见新，除锈而又不伤及胎体，必须要有经验丰富的金属修复师完成。这套杯，12件，它这个都是文人典故。这每个里都是一个历史故事，都有图案。一般大家都比较有名的竹林七贤嘛。对，这个也就是给它除锈。他们是顶级的青铜器修复师。上世纪70年代轰动世界的马踏飞燕就是他们的师傅修复的。王友亮、윤小刚、吕团结80年代进入故宫工作，跟随师傅修复了大量青铜器。故宫院藏的青铜器早些年修得已经差不多了，现在他们的日常工作中包括了大量金银器和所有沾金属的文物。各地博物馆还会送来破损青铜器，因此青铜器修复技艺还在延续。能把复制品做好了，就是你在修复当中就一点问题都没有，就是
能够做好一个复制品，基本上能入这行的。这是本身它绣的颜色，然后呢，这当中呢它有地子。你做复制品的话，你必须得跟那个原物啊，它这个方位都得一样，这边什么色儿，这边什么色儿，也挺麻烦的。中国的青铜文化起源于公元前21世纪，至于公元前5世纪。这段时期相当于文献记载的夏、商、西周至春秋时期。青铜器的出现使农业和手工业的生产力水平得到提高，历史上叫做青铜时代。中国并非最早进入青铜时代的国家，但是中国青铜器所达到的巅峰却无以匹敌。方位都一样了，然后呢，它这儿有什么绣，你就往这上面做什么绣，然后呢，它有层次感。面对一件件精美的青铜器，我们已经不能分辨究竟哪些是出土的历史文物，哪些是可以乱真的手工修复了。做出来这个颜色呀，要跟它基本上一致，可是呢，绣的斑点状态，不一定都完全一致。这是一门至今依然鲜为人知的传统技艺。这边上面它有绿，我就在那上面得沾点绿，跟那个画画也差不了多少。可是呢，又没有人家画画那种创作啊，就是你必须得照着这个样来做。与我们想象中的气氛肃穆、战战兢兢面对文物不同，修复国之瑰宝的现场，其实大多数就是这样轻描淡写的，显得很日常化。就得这么打，你如果这么一低了，它也许这儿是坏的。严师出高徒，王友亮也已成为顶级青铜器修复大师。过手的文物他自己也数不清了。灯光底下不做色，最好光线能足，就像今儿的天儿一样。你看这上面是绿吧？它其实呢，这里边就是包含着红啊，包含着那个蓝。你现在我们调色就是你一下能调出来，你那会儿真调不出来，你就眼看着那个色儿就是不对。那师傅他到时候他不收你活儿。有时候你色儿真调不出来，这1礼拜都调不出色来，难受死了。故宫有严格的文物保护制度，每天早晨他们都要打开7道大门。市面上流传一种说法，故宫夜里闹鬼，所以早来的人应该大喊一声。走着这要不要啊？那个啊，好嘞，来。真实情况是这样的，它这里头有什么小动物啊什么的，有些它蹭家窜出来了。晚上没人嘛，它有一些什么黄鼠狼啊，或者什么野猫啊，这些小动物。这几只猫也许就是宫廷御猫的后代。陶瓷组王武生面对的是一只唐三彩马。它你不塞严实了，它这个树脂它没法补啊。唐三彩是古代陶瓷烧制工艺的珍品，一种盛行于唐代的彩釉陶器。三彩是多彩的意思，并不专指3种颜色。在同一器物上，黄、绿、白、蓝、赭、黑等基本釉色同时交错使用，形成绚丽多彩的艺术效果。2级文物，这过去有可能是那个某个收藏家收藏的，最早也是出土的了，捐赠给故宫的，好像是。因为这个体积比较大，再一个它这形态比较好，定的级别高点，但是它就是碎的比较厉害，耳朵什么马尾巴都没有了，腿儿。我整个上色的话，因为缺太多了，有点涉嫌这个创造性修复，所以像这种情况一般就是
减弱一下对比，因为那反差太大了嘛，这黑的和白的，主要给它弄成这种颜色就行了。像这个露胎的地方，这种颜色就。唐三彩麻一般作为随葬品，在唐代非常盛行，可以多方位地折射出唐文化的绚丽光彩。从现存三彩马可以看出，唐代三彩匠师们不仅对马的外貌特点十分熟悉，而且对马的神态、秉性也有深入的了解，因此塑造起来得心应手。他们不仅使三彩马在外形上做到了十分逼真，而且充分发挥了艺术想象力，恰当地运用了艺术夸张的手法，使马的内在精神表现得淋漓尽致。跟商业修复它最大的区别就是，商业修复它得给做完全一样，别人看不出来。这咱们这呢就是多少还得让它看出来。在接下来这段日子里，王武慎要恢复这只三彩马的完整造型和色彩，很多缺失的部分要发挥想象力，这不亚于做出一件艺术品。是那个下半身3条腿下半身。有时候我们还要找一些以前的那个其他的图做参考。王武慎1983年进入故宫工作，5年前他还和王友亮同属于青铜组，如今他带着2个年轻人季东哥和窦一村担负起陶瓷组的工作。这什么年龄？我还有一个吧，招什么东西？那是你弄的？怎么可能是我？不是你那谁呢？我也什么事儿不知道是谁弄的都扣我头上。谁说的？那种东西我们都不用啊。我这号称背锅侠。因为我们等于用的都是有机材料，就是其实模仿它那个无机的那种质感，那种瓷器的光泽。这是碎的9瓣的，把它裂的可以掩盖下去。故宫藏有陶瓷器35万件套，他们3个人的工作量是非常大的。这是贴封条，这是过年过节的一个传统。拿钥匙你得签字。他们工作的这块区域叫西三所，曾经是冷宫。王武慎走过的地方，也许就是当年冷宫的妃嫔们走过的。文物修复场所用电非常严格，不准自己烧水。每天早晨，他们都要集中去开水房提上1天的开水。咱自来水直接用的文物不行，得做点那个没有里边没有离子的那个叫纯水，至少里边它不会有氯离子，因为咱们这个氯离子对这个文物金属会有一定腐蚀作用。我们俩上哪儿去一趟？上那个寿康宫。同契是王友亮10几岁就出来工作当学徒，徒弟高飞则是上完大学在从事文物修复。故宫仍然有传统的师徒制，现代社会如何处理这种新型的师徒关系，王友亮、高飞给出了很好的示范。他们走过的地方就是著名的慈宁宫。明清2代，每逢皇帝去世，先帝的后妃们就升级为太后、太妃，光荣退休。在慈宁宫、寿康宫这片西北区域，过着近乎隐居的生活。这里以前被戏称为将近300年没有男人进来过。王友亮师徒今天的任务，就是为了恢复寿康宫原状陈列，对金属文物做除尘保护。虽然清宫戏里老佛爷动不动就起驾慈宁宫，但真正住过慈宁宫的太后屈指可数。寿康宫建在慈宁宫西侧，规模比慈宁宫小，显得更宜居，是乾隆为生母重庆皇太后修建的寝宫。清史记载，寿康宫一共住过3位太后，其中乾隆生母在这里生活的最久，共42年。
为了给故宫博物院建院90年献礼，寿康宫将完成史上最强复原。时隔244年，200多件曾经深藏故宫库房的珍宝将重回寿康宫。他们正在擦的是世界上体量最大的海南黄花梨柜子。略懂木质家具的人会知道它有多么贵重。值得一提的是，柜子里面设有暗格。当年故宫初建博物院时，从中清理出珍宝100多件。原来这里是太后珍藏自己最心爱的珍宝的地方。你有时候你现在机器做出来都不一定有这好。是体量最大、体型最高的这样一座大柜，所以这大柜还特地给它建了个2层的小仙楼，它应该是从别的地方移过来的这大柜。嚯，烫完以后是漂亮多的，fan彩生辉。是，这还没烫蜡呢，再烫上蜡更好。还是尽量轻吧。我上班的时候，我们师傅已经66岁了。所以说，一些重劳动都得是我们做，都是师傅在后边指点。哎，这应该怎么弄，那应该怎么弄，就师傅在后边说着，然后我们来做。尤其登高的东西，更不能让老师傅上。一般情况下，我就不上，也不是说岁数大，反正有年轻的呢，尽量就年轻的来上。你看刚才这高飞来了，他自己就穿这个，好看多了，这气派就出来了，特明显哈。乾隆的生母当年也许就像这样，坐在这里欣赏过自己的柜子。这个还是老祖宗能人多呀。也搭上那会儿，你不该好好弄，皇上就能砍头啊。现在院长不会砍咱们头。哎。然后把梯子撤走，照章修后照。紧张的工作结束了，王有亮要去执行一个特殊的任务。哎。故宫院内所有的地方都不能抽。只能上院外抽。以前啊，老师傅就是都比较规矩。你比方干活的时候啊，他一般都是在室外这儿弄一个，就是什么破盆啊，然后弄点水啊，就抽完了再干活。当时学的是自动化，后来毕业以后找工作，正好是机缘巧合吧，正好是这钟表室需要人，年轻人一般不愿意来这块儿。当时来故宫看了看，在这屋里转转，觉得挺感兴趣，这将来也有一技之长，觉得还可以，就在这儿留下了。来工作室以后呢，发现2个师傅都比较和蔼，也没有想象中那么苛刻。就对我这个也特别关照啊什么的，就跟那个亲人一样的，这关系还都不错。前几天刚修好的底座又出问题了，现在又不行了。原来这都是挺好的呢，因为前2天我们屋的这个湿度才8%，现在今天是45%，现在潮气一大，好像底板可能有点变形。钟表的修复就是这样反反复复，好像永远没有尽头。宫廷钟表都是特制的，一般只生产1个或1对儿，大都是孤品，没有配件可换。一个翅膀动，一个翅膀动不了。恢复走时功能还不是修复工作的终点，恢复它的演绎功能才是最难的。这应该是每个膀子都得动。现在干时间长了，慢慢也就磨出来了。那你要真坐不住，那你就改行呗，是不是？
时间长了，慢慢主要你还得喜欢它。要是干，过去来说是你要说干，越干越有兴趣，你就能坐得住，也不觉得枯燥。你要干越干越没兴趣，越没兴趣，这活儿越转不了，你越着急它越不转。所以师傅也说过，你要真是说干不下去了，干脆你就先到外边溜达溜达，转转，回来再干。这样的话，可能比你继续那么没有耐心的那么干下去，可能是更好。弄不好你在这种心情烦躁的情况下，你可能还要出篓子呢。你去一个毛病没找出来，就添一毛病。1977年，16岁的王金进入故宫工作，现在他教启浩南也近10年了，为故宫博物院钟表修复培养了第4代传人。他们是木器修复组的工作人员。木器组有几个从中央美院雕塑系毕业的年轻人，他们对恢复这只三彩马的造型和色彩很感兴趣，可以帮忙出主意。有那个尾巴拖着打仗的时候不方便。那马跑开了，那尾巴都这么直了就。我见过那种就拖着一直挨着地了。有挨着地，有不挨着地的。像不同工艺组的互动，也有利于文物修复。马尾巴它做陶的话，它做长的容易折。这个唐代的马就是身子肥，小脑袋，小脑袋，然后那个身子还短，有点像蒙古马似的。汉代的大，到了魏晋时期都是那种弯长脖子，然后一小脑袋。陶瓷修复是一项综合性的工作，既要了解各个朝代陶瓷器的主要特征，又要熟知各类修复材料，掌握一些相关的物理化学知识，还要注意审美的培养。这是一项对人的能力要求非常高的工作。后腿就是带子，胸肌很发达。马的解剖跟人一模一样，不过就是人趴着。东边是东看看。我看马呢，好吗？不要再拍了。走了。三彩马的胸口多了一条革带，但王武胜不确定这个造型是否正确。马的尾巴也一直缺着，他决定去另一个地方寻找答案。这不是没有尾巴吗？这个参考一下这尾巴，看看什么形式的，包括前头这个系带这个，正好它这个花儿，你看跟那花儿跟咱们这都差不多。你像这种马，你得根据人家的原来那个缺损的那个断茬的形式，看看跟哪个更接近。这马的这个鞍子上这个带子基本差不多了。你要跟这个有点类似，但是也不完全一样，所以像这种那个争议太多的，一般就不做了。就像那维纳斯那胳膊似的，你不知道它是个手是怎么个形式，这也一样。他似乎得到了答案。走这地儿有点历史的感觉了，是吧？坑坑洼洼的。王武胜很快就要退休了，故宫还有不少地方他也没去过。看到这样的场景，他的心情和我们是一样的。去北院区，然后我们院里边有一些大型的文物也要到那边去修复。故宫博物院正计划在北京海淀区建设一个故宫北院区，为大型文物提供现代化的保护空间，解决现有场地局限的问题。我们这工作室，你看看，那小东西还能放，那大东西根本就放不下。人们的手都不一样，干的活上面沾的东西不一样。昨天特意洗了洗。你还洗了？王老师这就沾的是锈，全是锈。我们沾的是漆，裱花沾的是浆糊。木器的沾着镳。
每一次从故宫出来，就像从几百年前穿越回了现代社会。北院建在5环与6环之间，距离北京的市中心，也就是故宫，有30多公里。人们戏称，北京再修20环就到海南了。这其实是很多国家建大城市的时候都会遇到的难题。他们遭遇了堵车。你也不让我抽根烟。你上回开一直303，我记着。兄弟，这儿给你1间，那边给你1间。这边给我的。那个303也是我的吧？更得了。走。好嘞。烧火的时候，有往出溅的那种火花啊。这些是以前宫廷里皇帝和妃嫔们冬天烤火取暖的用具。跟民间相比，它们的体积确实要大很多，设计的也很讲究。以前档案管理的时候，这些只算作资料，现在归为文物了。这个应该底下炭盆应该是挺大的，就是说它如果要用作取暖的话，这个底下这个炭盆肯定要比这个大得多啊，因为你烤火也不可能就是说挨着火特别近。王有亮的任务就是要把这些挤压变形的铜器整形，恢复原状。这个过程会用到他们高超的整形技术。这个香炉整形后是这个模样。也保证它这个颜色不能变的情况下，又能给它烤软和一点，然后到时候整形的时候就方便。拿热风枪给它加温，看起来平淡无奇。其实这个过程温度控制很难把握，既要烤出金属的柔韧性，又不能温度太高，否则会破坏文物原有的颜色。这个有时候你要是火大了，那竹子都能给烧糊了。呵，烫我手了。130。木器组的同事也过来帮忙了。还行啊。因为这个东西它多少年头也长了，它不像说你新的那个铜板，你随便打随便动，因为你以前你经历过，你就认为它不是说特别难。可是你要真的说以前没接触到过，你就不敢轻易下手啊。还有非常多的炭盆、香炉等着王有亮去整形恢复。把这身份证给我。这点回他着急。王晶和齐浩然要出差了，有一个地方邀请他们。各位女士、各位先生，欢迎来到厦门。尊敬的海峡两岸钟表开会的现场似乎有着联合国会场的气派。这是一次钟表圈的博览会。这次我们主要想看看一些那个材料和这个工具，另外一个这次展览还有一些这个仿古钟的工厂参展，他们现在做出来的钟加工技术还是不错的。没事。王晶发现了一个让他哭笑不得的展品。这说故宫珍藏青铜的那模型，目前我还真在故宫里还没见到这样的。我们故宫有那种剑形的小的模型，但是不是这个样子的。王先生，王晶，齐浩南。他们巧遇了华人钟表圈中著名的钟表收藏家黄家竹。黄家竹钟表收藏经历20年，每年参加世界各地大小拍卖超过50次，已经有超过1000场的拍卖经历了。这靠摆。
故宫有没有这种牌匾？不少，但是修的量不大。这大的好像故宫没有。只要我有2-3件故宫没有的话，我就开心了。呀，现在维多利亚女王女儿的东西在这里面，那你帮我带一个好了，比较快，这样合作一下。同是钟表圈，但这似乎是与王晶不太相同的一个世界。中间这你看，重点在这里，重点就在这里。它上面有写啊，给我爱的女儿维多利亚，她女儿叫维多利亚，来自爱她的父母。故宫没有这种，就还是2件就好。故宫的钟表是因为收藏的世界各地的嘛，他们家皇家收藏都是世界一些精品运到这里，包括我们这一些大型的英国钟表，大英博物馆都没有。台湾的那个黄家竹老先生啊，他走世界各地拍卖，一年他收藏了一些还也是不错，比较早期的一小部分，可能就是想跟故宫的比试还是那什么表类比较多，怀表类，但是钟还是故宫钟表可以说在世界是藏品啊，或这个建筑可能都是独一无二的。上头那缝儿是黄的，你堵上黑的，不是挺寒碜的吗？王武胜开始给三彩马上色了。瓷器他们修那瓷器，你要没有好光线，你那个一些微妙的变化你看不出来。去延禧宫看展览，看明代御窑瓷器展，故宫博物院与景德镇瓷器对比。基东哥要借着看展的机会去拜访研究生时的导师。基东哥毕业于中央美院，来故宫工作前去很多地方学习过，这其中就有景德镇。另外呢，景德镇它是一个专门为皇帝烧造瓷器的。基东哥的老师在古陶瓷研究和考古工作上很有建树，这次展出由他讲解。在景德镇中心，御窑厂是皇家的机构，怎么还把废品堆成山呢？这次的明代御窑瓷器展，景德镇御窑遗址的修复残品与故宫收藏的同时期皇家瓷器一起展出，一目了然，就可以看出当年皇家瓷器挑选的标准。过去景德镇一看，为什么有个出山，就是打碎的废品堆起来了。为什么景德镇御窑厂生产的官窑瓷器都要经过挑选，一些有小瑕疵或不合格的瓷器都要被打碎并集中掩埋，防止流入民间。正品就被送入紫禁城。这就是这么大的同一窑炉烧造的瓷器，自此有了不同的命运。在这次展览中，他们实现了跨越500年的历史聚会。文化你可以想象它的富贵堂皇了，是吧？我们老师特别厉害，他在学术界也很有地位，而且他就属于那个国门强势，通古国进。这个是景德镇挖出来的，这几个因为我500多年前，他们是景德镇御窑烧造的瓷器残次品，才出窑炉就被打碎深埋。但今天，他们是古器物专家眼中的珍宝。看这种碗，真的，这碗要不打碎，可能就买一个楼了。这个有什么毛病吗？你一看都是毛病。红的不好，它是红的有点发黑，猩红啊。然后我们现在要去器物部的陶瓷组，还接着找王光尧老师再继续请教一点问题。而且他就是因为水平太高，好多人都找他，他也不希望自己学生太差，对吧？所以。那么其实呢，也许我们并没有那么懂如何欣赏瓷器，但它在我们生活中大量使用，天天接触。而且7年前有过一首流行歌曲《青花瓷》，用年轻人容易接受的方式，拉近了它和我们的距离。靠进口，应该是说到宣德时期，中国人基本上把外来的一种青花技术实现了一个自我技术的转化演变的过程，从此青花不再贵重。陶瓷有意思吧？就是它有好多深层的意思，不像其他东西你表面上一眼能看到很华丽很漂亮，但陶瓷它因为凝结了太多
它不像其他器物，就是可能阶级感就分特别强，高级的就是高级，然后就是老百姓用不到，然后低级的就是可能跟皇家够不上。陶瓷就是从老百姓到皇家，就所有人都在，基本上都在用，然后也都有欣赏的。其实跟我们大家是没有什么距离感的。你像现在我们都在用。哎呦我天哪，你搞这种事！就是别笑了，老师。基东哥写论文时的难题要请教老师。这是一个瓷缸的残片，这么宽的壁厚，可以想象它是多么大的瓷缸。嘉靖是，你就把它看一下子那个器型是什么样，你脑子里就记住了。明白了。星期没人最爽了，在这儿。周一，故宫闭馆，骑行在空无一人的太和门广场上，对谁都是难得的人生体验。最早享受过的人是100年前的末代皇帝溥仪。珍宝馆的银器已经亮白了许多，故宫博物院90周年院庆即将来临，王友亮和同事们要同时开工很多项工作。因为上边不有锈吗？你有锈的话，你要焊就焊不上去。这个就是你基本上全挂不上，就是那金属技能没有了。对。这提炼的金属技能就不能就跟那个采矿的矿似的。这种地儿，吕团结发现手上的这件青铜箍焊接不上了，因为它的铜性消失了。铜最早是在矿物质里提炼出来的，几千年后，青铜器又慢慢变成矿石的状态了。我也不好，强度还不如还比粘的要。上溯红来铜器时不久，还有很多需要跟师傅和师兄学习的。抱歉。没事，咱们试一下这个，这手勾着，省得下压手。行，那咱俩就听王老师指挥，还得高一点。往下走吧。行吗？走。行吗？走。行吗？走，你们。深浅沟。这边，你看这儿。顶盖合上后，怎么保证这些小动物都活动起来，还是困扰着王晶。这个门得这么一别，这么给它们拴着点。在这块儿，你落下去，这样就确定应该能落的，不敢落上。那漆没动，动着，这个那杆动着，但是就是动着。真不错，你这还真不缺东西。一对铜镀金乡村音乐水法中，目前看来。起码有一个可以按期完工了。这东西设计的真好，真是这设计的真好。这么多东西啊，落上基本就能到位，真不容易。中间就靠它一个大盘支撑，它怕它。修复文物是穿越古今，与100年之前的人进行对话的一种特殊职业和特殊生命体验。外国钟表装饰也各有讲究。英国制造的像抗战歌咏，描绘了战胜者的威武神采。这个鸟上完线以后，它能跳到那个杠上，然后再回来，全修不好了，上满了弦，在它那个演示功能全恢复的情况下，你看那种感觉就是跟那个不动的感觉就是不一样，你感觉它就是一种活的。你看这么静态摆在那儿，外边你看这，看都有点心疼似的，费那么大劲劲修这么，现在你说真，这个它修完了都非常漂亮的。你看现在这钟表馆里这些藏品，很多是王晶年轻时修过的钟表，现在他步入职业生涯的晚期了。就这里边是发条，这大发条。当时断过，断了以后，后来就是重新给接上的。81年可能是那会儿，跟着我们老师傅们一块儿，20岁嘛，给师傅还打下手呢。这5年他要钟表馆不改成的话，可能我也赶不上了。我再修我就退休了。有时候也不觉得，但是你这么一回想起来是挺快的。这人的一生真是。
工作的这几十年一晃就过去，干不着多少精品玩意，也挺遗憾的，我觉得，是不是？这也是跟自己的人生对话的过程。更何况，修复的是提醒时间的钟表。我们的职业生涯，能留下点什么给后来人？悟空考古，拜拜。窦一村给自己添置了一个新武器——谷歌眼镜。然后像我们在干活的时候，肯定2只手都要用的，所以你要拍照片的话，需要有一个人来帮你拍以前，但是往往没有这个条件，就是一个人做的时候就没有条件去拍照片，这样就不方便。然后有了这个以后，你就一眨眼就能拍照片了，所以说你在操作的时候可以拍照片录视频，非常方便。特别适合文物修复这个工作用。王武胜就快要退休了。你都60了，你还能活多少年呢？是吧？好些自己的事儿，自己想干的事儿还没干呢。我的计划是第一件事换辆车，也许是一辆越野车或者一辆房车。现在玩那个，年轻人都玩那个叫什么滑翔伞呢？叫我人特爱想入非非，老想自己也试试去。后来感觉那东西其实虽然很有意思，但是也许不太适合这年龄。咱们试试，也许说不定哪天心血来潮了，也许再试试去。这个省事儿，下来万一1、2的就完了。哎，我这哪儿？可这么大劲头啊！经过了8个月的修复，我们现在可以像乾隆皇帝那样欣赏这件钟表的走时表演了。陶瓷组换了一个地方，修复一匹更大的马，一对兵马俑，正在故宫库房修复。青铜组修好的银器交差了，这回他们迎来了一个更加重量级的工作——乾隆生母的金发塔。那边有人了啊！抬起来啊 ！OK。母亲去世后，乾隆为了寄托哀思，建造了这座金发塔，储藏母亲的头发，这也是寿康宫原状陈列的一部分。故宫博物院90周年院庆来临，当我们与各个展厅里这些保有完整品相的文物擦肩而过时，是否知道他们曾历遍断裂残损和惊心动魄的修复？文物是过去式，但修复文物是正在进行时。手指上面做旧，让它更加自然一些。它是3色的，靠了一层绿色。它不是每扇不一样的。然后它这些东西都不缺吧？高度、厚度、宽度什么都嵌进去了。